大家好，我是西班牙的 VG 小乐。今天视频的主题呢是，如果公司给你租这样的一个房子，你会怎么感觉？你会怎么想？现在我就带大家来看是怎么样的一个房子。今天瓦伦西亚阳光灿烂，这里就是公司房的小街。这是第一个关卡，一般可以直接推开。但是，一旦关住的话，你要再推开，你就得要会用这个钥匙。人家就说了，你钥匙有什么不会用的？你看，你一定要推到一个角度才可以。这里是门，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按成灯哎，所以一进来就是这个厅，然后它是个美式厨房，有点乱，还是原生态比较好啊。原生态，你还记得外面的天气吗？非常的阳光灿烂，对吧？如果我把灯关掉的话，这就是关了灯的情况，就感觉好像是晚上啊，那个气氛很好，对吧？但是平时在家里面你是不知道天气怎么样的，因为在家里不知道天气怎样，你要看到最顶上，如果有一条阳光，也就是说今天是大晴天。这就是我们这里叫 patio， 就是院子，小院子啊。其实说小院子就是四面围墙的。你看花都要死了，因为没有阳光。包括我这个养的捕蝇草，好像还活着，但是已经濒临了啊。这个热水器大概只有2升样子，洗澡不能超过5分钟，最多不能超过10分钟。如果2个人洗澡的话，水绝对是不够的，所以2个人要分开洗，起码两三个小时吧。洗衣机它就藏在这儿。说到这个巴蒂尔，今天我们又碰到这个小朋友了啊，小朋友啊，好像还活着吗？哦，不是背对的啊。现在就是2月份啊，还有这个小强，对吧？在那个夏天的时候，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看有多少小强在外面啊，通常是3到4个啊，都是背朝底的，因为他们做了一个祭赌杀虫，然后说因为我们杀了虫了，所以这个小强会跑出来，然后但是他们还是活的啊，你如果不去喷那个杀虫水的话，它可以到了晚上还是在动的。现在我们看这个卧室，其实说到卧室呢，它不过就是一个房间被一堵小细墙给隔成了2块，所以它的面积呢，一共大概是50左右。这个床倒是挺大的，是那 king size 的。那个是厕所间，一会儿我们看厕所间。OK， 回到厨房，还有一个非常小的冰箱，这个冰箱也是有冷柜的。这个是西班牙大家专门用的咖啡壶还有那个电炉灶。这个电炉灶有技巧的，有的时候会开不了。有一次以为电炉灶也坏了，然后就得跑到那个也是控电的那个地方他说这里是厨房然后这里要关掉，然后再重新开一下，然后才可以重新用这个电磁炉。你说这个东西你这种有技巧的东西，对吧？你上手应该告诉租客，否则就会造成很多困扰，对吧？像这个家怎么什么东西都会坏的。大家看一下这个烤箱，这个烤箱也是最简单最基本的那种它那个字都已经快没有了要靠经验才能使用。问题是什么呢？你看这是洗干净放进去的但是因为这个潮，所以这都长霉了。然后所以你会想为什么不放在别的地方呢？因为没有空间，只有吃的时候用的时候拿出来洗干净这个天花板黑漆漆的，就是受潮的地方。我们来看厕所。好，这就是厕所。你看有那个抽风机的声音，是因为它这里没有窗的也就是说通风不会很好，所以你要开灯的时候它就连了那个通风机然后抽风机sorry。然后它这里也有他们西班牙小朋友洗脚的一个盆我就在想这个东西有点积累你要洗脚的话，你不能直接在浴缸里洗，或者是在面盆里洗嘛他们偏要弄一个这样的东西跟厕所跟马桶一样的体积来占用你厕所的体积你这里如果放个柜子啥的，不是更加好吗？然后关于这个马桶用起来是正常用但是它会移动，很无敌吧？这个厕所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产生那些霉菌一样的东西就是像是黑色的会在瓷砖上的那种藓一样的东西，你怎么去对付它呢？你是用靠普通的擦拭洗洁精擦是擦不掉的你得要用这个中国什么84对吧？我们这里叫 lejía这个东西喷上去然后就是静置在那边，它就可以去掉过1个小时过来看看它就变白了你啥都不用做的，还是这个是一个生活小技巧。现在再补充2点，一个是你看电风扇带灯的那种，还有空调是挺重要的尤其是住底层房子里通风又不怎样，然后你得要开着这个电风扇让它保持这个通风这时候你就要选择了，我到底是开电风扇保持通
通风呢，还是开空调让房间温度降一下呢？底楼来说是所有房子里面价位最低的那种，无论你是买啊还是租。这个房子它的问题呢，是一个是潮，还有就是蟑螂。那个小强的问题真的是，我不怕老鼠，我也不怕蛇，我怕的就是蟑螂啊。不过在这个房子里面住了5个月呢，好像对小强的抵抗力又增强不少啊。有的时候烧饭的时候，这小强跑过啊，我就很从容的拿那个杀虫剂过去沏2下啊，然后它就差不多了啊。有的时候厅里面看电视，然后发现一个黑黢黢的东西，就这样出过去啊，心想肯定又是它了，再很从容的去拿那个杀虫剂的啊。从一开始看到一只底朝天的小强，2米远的距离就已经感觉心里发毛了，到我很从容的看到只会蹦的那个小强呢过去，所以这也算是一个个人的提升啊。还有这个房子就是比较阴暗。再讲到这个房子，还有一点让我最不舒服的地方，就是它还有下水道的味道，这就挺麻烦了啊。你想外面一天下来工作很累啊，然后现在又是疫情期间，大家上班还戴口罩啊，能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就是你在路上去上班或者是回家的时候，前后加起来不到几十分钟，对吧？回到家里还要闻这样的味道，然后是不是很影响心情呢？这个房子呢，它是什么都有，但是什么都不是非常好用。包括这个房东他是拿来投资的，是拿来租的，所以他用的东西都是比较差的。这个洗衣机我刚住进来的时候，它就坏了1个月，要修这个马达，然后一直说是货没到，要从德国运过来。我说你这个西班牙品牌还要从德国运过来这个部件，还运了1个月都没有运到。房东也受不了了，他只能自己去买一个新的，也是不知什么品牌的洗衣机啊。幸好这附近有一个自动洗衣店呢，是个认识人的一个地方。因为有的时候大家在等洗衣服的时候会要聊天嘛，然后每件事情都有它的利弊嘛，对吧？所以后来我也不排斥把衣服拿到公共洗衣店去洗啊。这个房子的好处就是它附近有超市，它也离市中心也不是非常远，瓦伦西亚本来就比较小嘛，然后你走路到市中心也就是20-30分钟，周围有一个地铁，然后5分钟就可以走到，所以这些对一般上班啊读书的就基本上可以满足要求了。我当时对公司的要求就是说租一个离公司不是很远的房子就可以了。当时公司也没有问过任何关于我对房子有些大概什么要求，对吧？最后公司3套房子里面他们自己选了1套啊。当然了，公司也不会没事情问你说这个房子挺好，就是有蟑螂你怎样？一开始是对这个房子感觉比较不能接受啊，想要跟公司谈，想要换的啊。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住在这个房子里，明天我就要回巴塞罗那了。其实现在有点舍不得瓦伦西亚啊，对这个公寓呢也有一些attachment 也有一些舍不得的。毕竟也住了5个月了嘛，所以这个房子也相对了解，对它的一些问题也知道怎么去处理，所以也很感谢呢这个公司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来认识瓦伦西亚自己要在瓦伦西亚住5个月的话，这也是不小的一笔房租。得出的结论呢，就是你碰到的事情不可能是一帆风顺100%满意的，关键是你用什么态度去面对啊。如果我一开始就可以以这种碰到它的像是霉菌像是蟑螂这些问题就去想办法去应对，而不是让这种事情来影响自己的心情的话，也许这5个月里面我可以享受更加多的瓦伦西亚，可以有更好的体验所以对生活也是这样，碰到问题的话呢，大家要积极的去面对它，也是自我提升，对吧？也可以有更好的一个生活经历。人的一个欲望它会不停的提升像之前我作为学生在巴塞罗那生活的话，那房子的面积房子的还要跟别人合住对吧？大家一起共用卫生间我们的生活是会改善，但是大家也要有一个比较朴实的一个心这样才可以让自己在好的时候比较冷静的去想自己应该怎么样更加珍惜身边有的东西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是 Soren Kierkegaard 说的 Life is not a problem to be solved, but a reality to be experienced.
生活不要认为它是个问题，生活关键是经历啊。也许现在对你来说是一个困难，你要去克服它，但是后来回过头来想，它就是一个经历啊，所以你要努力的去活得开心哈。好，如果公司租这样的房子给你呢，你会怎么样做呢？你会怎么样感觉呢？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支持我的频道。这是我第一个视频，请大家多多包涵，多多支持啊！以后我会讲更加多的关于西班牙生活的主题。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呢，欢迎大家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拜拜。